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胡志明市最大的批发零售综合市场平西市场。由攻略上都会和你们说，胡志明市最大的市场是滨城市场，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胡志明市最大的市场应该是平西市场，而且平西市场还是由我们华人出资兴建的。今天由我带大家去参观胡志明市最大的市场平西市场是什么样子的。由正门走进市场，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大天井，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是一个口字形结构的建筑。市场铺位由4个方向沿着天井为中心建设，据说天井中间应该有一个真人大小的铜像，但是现在看到的是没有。为什么这样呢？一会儿我再向大家解析这个问题。平西市场，越南本地人通常称之为新街市，这係廣東話講嘅新街市，由上世紀20年代的越南風雲富商郭延出資建立，捐赠給當時的法國殖民提案政府。郭延江湖人稱通狗或者是悲通，是中国廣東潮州人，出身贫寒，年幼時父母雙亡，自己還有一隻腳是跛的。14歲時藏匿在船艙裡面，從潮汕老家偷渡南洋，最終在安南西貢落腳。清朝末期的南洋是一片富饒的土地，各个殖民国家的宗主国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来发展殖民地，南洋各国政府都为当时闯南洋的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商环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延起初靠卖苦力为生，后来改为沿街收买破铜烂铁及牛皮等，分类整理以后做起了小贩，每天挑着货担一步一瘸四处叫卖，晚上就随便睡在一处屋檐下。这样的苦日子整整过了10年之久，郭延终于攒够了第一桶金，由商贩改做米商贸易，在越南提案创办了通和公司，主营业务是从越南农民的手中收购大米以后，经过加工出口至世界各地。上世纪20年代初，整个越南大米出口量占世界的1半出口量，而郭延的大米出口量占越南1半的出口量。当时人至中年的郭延成为当地颇有名望的米商。好了，现在我们进去市场里面参观一下商贩们的经营情况。早年的平西市场环境非常脏乱，在经过数次的修整以后，才变成今天整洁干净的样子。今天它也成为了胡志明市最大的小商品批发零售综合一体的市场，主要还是以批发经营各种成衣、日用品、渔具、食品等小商品为主，辐射的范围为整个越南南方地区以及柬埔寨、老挝等邻近的国家。创业成功成为富商后的郭延，秉承华人的传统，事业有成便会回馈社会。在当时，他的企业员工相对工资是很高的。富甲一方的郭延，个人生活非常简朴，却时常用自己的财力帮助他人。他关心贫困者，积极地资助了许多医院、学校和工人协会，并为当地的托儿所和盲人学校提供资金。市场一共分为2层，在内部每个铺位大约在2平方左右，空间非常拥挤。市场内部甚至没有风扇或空调，但得益于整栋楼4方形外形的设计，空气可以很科学的流动，内部并不是很闷热。1楼主要经营日用品和食品，2楼主要经营成衣、皮具等等。1楼经营的这些日用品大部分是中国制造，当然随着这些年越南的发展，越南制造的比例也在增加。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碟就是越南制造的，虽然看起来很粗糙，但胜在比中国运过来的更便宜。在平西市场里面买东西，一般都是老板一口价，极少有能讲价的摊位，这是不是有点颠覆你的认知？因为肯定会有人和你说过，在槟城市场里面买东西，老板开价，你还价1/3好了。这是一条中国生产的繁华店。
再过了日用品区，就是市场的食品区，这里售卖的调味品和干货的种类90%和中国的南方农贸市场重叠。这边是市场后面的熟食区，但我不建议游客在这里吃东西，一个是贵，二个也是没有什么特色的食物给你品尝，这些食物全是供给市场的摊贩填饱肚子用的，肯定只会主打一个价格低，不会讲究什么质量。这边有几个卖扎纸的摊位，下个星期就是中元节了，到时候这些摊位的生意一定会很好。看看这些中元节纸扎祭品，也是有蛮多款式和品种的。老板应该也是在扎纸备货，为下星期的好生意做准备。随着越南旅游业的发展，越南政府现在要求每一个郡、每一个坊、每一个街道的基层都要拿出一个旅游产品，由政府集中力量推广。于是平溪市场也被深度挖掘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外国游客过来参观旅游。但我们看到的通常都是这种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去的西方游客。西方游客出来旅游极少有购物的计划和预算，只有亚洲某些国家的游客才会在出游时购物。这是2楼成衣区的边缘，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部位是处在闭门状态没有出租的，应该也是这些年以来网购对于越南传统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实体经济也在不断的收缩。这些话题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专门做节目来说。1923年，铁岸政府计划将当时第5郡最大的市场进行搬迁，原因是原来的市场太过于拥挤，并且计划搬迁以后在原地建设一个邮政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5郡邮政局。郭延知道此消息后，向政府提议由他自己出资将自己在第6郡9000平方的船厂建设为市场，然后赠送给政府。当时殖民政府欣然接受这一计划，作为回报，殖民政府承诺将在市场中央树立一个郭延的纪念铜像，作为交换，向他颁发勋章以及入籍成为法国公民。殖民政府为了表彰郭延的贡献，在法国制造了一座真人大小的青铜立像，放置在新街市的中心，供民众祭拜和纪念郭延这位创始人。而青铜立像作为法国制造的高级货，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昂贵的。铁岸政府派出警察轮流守护。然而1975年，越南发生了新旧政权的变更，清政府把青铜像拆除，并且送往西贡美术博物馆作为展品收藏了起来。于是发生了有趣的事情，新街市的商人们为了纪念郭延的恩惠，由大家众筹资金，打算用石头造一个新的雕像放在旧位置上。然而筹集到的经费有限，只能做一个半身的雕像，而且非常的小。既然有一场来到的缘分，我当然也要为郭延先生烧一支香。这些香是由市场的商贩们购买后放在这里的，供商户以及游客们上香给郭延先生。在所有寺庙都成为烧香就要给钱的商业化场所以后，这个做法简直是一股清流。当然，在现在，在市场里面经营的商贩们每天对他烧香膜拜，不仅仅只是感恩，而且还把他视为商人们的财神爷。郭延先生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创业成功的海外华人，这些经历如果能拍成电影，肯定也会非常精彩。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些在南洋华人的故事并没有得到传承和发扬。现在跟随我的镜头，我们要市场跑一圈看一下。市场外围的商铺都是做海产干货的，我也会经常过来购买虾米、香菇、牛肉干等食物。在第5郡、第6郡生活的华人或越南人，
生活不可避免会和这个市场息息相关。我为了准备这期的节目，找了2天的资料，创作不容易。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认可我解说的观点，希望大家能点一下赞，